逃生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立行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很想爱你，可是每一次一想到那个张明德对我做的事，我就没办法爱你。立行，今天妈妈又打你了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每次把气发在你身上，妈妈也很心痛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。请你不要怪妈妈。痛！你是男孩子，不能一点痛就哭哦，要勇敢一点，知道吗？那如果你不哭，妈妈就带你去买冰淇淋吃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俊峰、立行，妈妈不敢让你们知道，其实你们是兄弟。我好怕你们知道了真相后，会生妈妈的气，会一辈子不原谅妈妈。东哥，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所以这些年你过得很痛苦，你才会跟碧芝在一起。我明白的，我不会怪你，只要你幸福，我就感到安慰。那天，他在游艇上跟我说，他跟妈结婚以后，本来感情很好，是因为张明德对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才破坏了一段美好的婚姻。当时我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，以为他是为了风流找借口，我竟然误会了他这么多年。他走之前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叫他一声爸爸。可是我却不肯。
他一定很遗憾。在爸出事之前，我跟他也闹得很不愉快，他一定伤透了心。爸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爸对不起我妈，所以抱着复仇的心回来，搞了这么多事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才会这么做的。其实真正应该道歉的人，是我。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其实要追究，我也是有错。算了，妈咪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再追究也没有意思了。东哥已经离开我们，再多说真的是没有意思。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一家能够团聚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和和气气在一起，了了东哥的心愿。我决定不跟俊峰打官司了。慧珊，你呢？谢谢你们。紫园是爸最重视的产业，我们一起齐心合力，把紫园搞好，好吗？喂 ，Benson， 张明德的事查得怎么样？最近他不是在紫园工作，就是在赌场，没什么特别。继续查，如果他是凶手，一定会有破绽。知道。还有，帮我做一件事。姐，上次你预支的钱为什么还没还给公司？过几天就还给公司。为什么不能现在还？哎呀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给点面子啦！你是我姐呢。紫园那么多员工都有亲戚关系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那公司就惨了。惨什么啦？紫园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不要斤斤计较了。过几天，相信我了 ，OK？ 要怎么相信你？你到底什么时候还钱？还什么啊？他答应要归还的款项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。我都讲了，对不对？过几天不是不还。子杰，你是不是把钱拿去花了？怎么可能？你要是不说实话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哦。好，都是你们害的。我需要一笔钱去搞宣传，你们要不要给我？我去找表叔哦，他跟我说了一个钱生钱的方法，我觉得不错，很有道理。然后就拿一笔钱给他去做一些什么投资。组长，啊，表叔来啊，你去跟他们说，是不是你教我用公司的钱去做投资的？喂，屁可以乱放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投资啊？是你自己跑来求我，说什么你不方便出面，叫我替你投资的。哎，所以啊，他拿了一笔钱叫我帮他投资，可是那一点点钱怎么够投资呢？后来他又从公司拿了20万给我，叫我帮他投资。你放屁吧！我什么时候给你多20万啊？不要乱讲话！哇！如果不是你给我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厨师，你去哪里找那20万啊？打抢银行啊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屁可以乱放，话不能乱讲的。为什么你要陷害我嘞？问得好啊，无缘无故，我为什么陷害你呢？
表叔，你这样讲就没有意思了。喂，你要干嘛？干嘛？你们看到了，说不过人就要动手打人。我是看在大家一场亲戚份上来帮你的，真的是好心没好报。你有种不要走啊！够了。这些都是直接从公司申请支出的款项，再加上一些没上缴的款项，总数是317000块。其他的这些我签字了，我承认。不过这张20万的，不是我签的。向公司提款是要申请的，申请单据上都有你的签名，你说不是你拿的，谁相信啊？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子杰的签名呢？冒充签名是犯法的，谁那么大胆敢做这种事啊？会坐牢的。表叔咯？怎么可能是你表叔啊？这件事情是他抖出来的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反正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。军风例行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？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应该互相包容。不过他已经犯了好几次错，如果一次又一次包庇他的话，那很不公平哦。我建议让子杰自动辞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同意。开玩笑啊！啊，这事情不是我做的，辞职什么啊？你应该很庆幸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换成是别的员工啊，他们早就报警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兰姨，对不起，希望你明白。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做啊。撇开20万不说，你擅自拿公司的钱去投资，你觉得那是对的吗？表叔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像缩头乌龟一样，敢就这样承认啊？干嘛这么激动？你只不过拿了你们家子源那么一点钱，他们会杀了你咩？我被炒鱿鱼了嘞！哎呦，被炒鱿鱼啊！哎呦，难怪你这么生气。不要动我啦！我生气不是因为我被炒鱿鱼啊，是因为我妈咪在那个女人面前抬不起头啊！表叔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负责任的。这20万不是我拿的，你去跟他们讲啊！走啊！干嘛？我干嘛要去自投罗网？要怪就怪你自己笨、贪心、没脑、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真的能够做大事啊？闪开啦！不要走！不要以为你是我表叔就不敢动你哦！我就要走啊，动看看。子杰，你表叔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的右手臂受到强烈撞击，造成粉碎性骨折，这是永久性的伤害，所以要留医长期治疗。永嘉，永久性伤害，我的手废了，我不能再当主厨了。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，是你！不要乱讲啦，是你自己不小心跌下去的嘛。如果不是你打我，我怎么会跑？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梁永强先生，我们是来调查一起杀人事件的。你们来的正好。是他打我的，我要告他，告他，告他！这位先生，麻烦你和我们会警局录口供。
表是怎样了？右手骨折。右手骨折，那他以后怎么当厨师啊？你表叔这次给你害惨了。那你会不会有事？不懂啊，警方公告我伤人哦，很有可能会坐牢啊！烦死了。打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都快当爸爸的人，做事还那么冲动。哎，你不讲话会死啊，八婆！你怎么可以骂我八婆啊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长辈。你不配啊！我不配？我有说错话吗？是你做事不经大脑。哦，不过也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你母亲不懂得管教孩子，才会让孩子闯出那么大的祸。哎，你讲我就可以，你讲我妈干嘛？你脑子烧的？干嘛？要打我？对啊，我现在就要打你啊！美兰，你要怎样打人呐？活该被打。妈，老婆，妈咪，没，好了啦，不要生气了啦，刚刚打到我很痛呢。妈咪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会失望，我也对自己很失望。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好？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要很努力，很努力，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漂漂亮亮的。我想做你的好儿子，也想做他现在肚子里面的好爸爸。我是真的想把宣传那件事情给做好的，所以才会用公司的钱去投资啊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表叔会用这个来利用我。那20万真的不是你拿的？那20万真的不是我拿的。我相信你。你为什么永远都是这么冲动呢？你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怎么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？怎么给小雪安全感？妈咪，你说这些都对，我都知道。不过说这么多也没有用啊，我都要坐牢了，我出来什么前途都没有啦。你还有我们。不过，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做得出来还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就永远不理你了。放心，我出来了一定会做你的好儿子，一定做你的好丈夫，一定做他的好爸爸。你们干嘛？又不是永远不见面了，几个月而已吗？到时候我们3个又可以在一起了。嗯。儿子，儿子，为什么突然间叫我不用来上班啊？我打电话给你又不接，你又不来看我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啊，儿子，你对我妈做的丑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？是，我当年对你妈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可是那也是因为我太过爱她，而且又喝了很多酒，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很后悔啊。如果你有悔意的话，
就不会编出这么多谎言来骗我。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，你会觉得丢脸的。我就是不想让你抬不起头，所以才逼不得已说谎的。我够了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再把你当父亲。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我知道你不会对我那么狠心的。你现在是气头上，等你气消了，我们慢慢再谈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谈的，马上离开紫园。儿子，你听我说，走！我再不走，我报警了。两位，上次欠的钱，你以为我失忆了？不用还了。我儿子是紫园老板，你还怕我不还你咩？我管你儿子是老板还是总统，你要先砍那根手指啊！秋云哥，我真的是没有钱呢。你砍在我的手没有用的，不然这样，你到紫园去找我儿子拿。我儿子叫张立行，你们见过的。上次哦，他来帮我还钱给你们的，你记得吗？话可是你说的啊。妈的，只不过是2个跑腿而已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要跑！他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的？你找人打他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家所有的悲剧，都是这个混蛋一手造成的。我恨不得亲手把他杀了。现在只是给他一点点的教训而已。仇恨只会让你不开心，放下吧。放下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和我妈也不必受那么多苦，我也不会误会我爸那么多年。说不定我爸妈还活着，他们还很恩爱的在一起。就算你真的把他给杀了，一切也不能还原了。不要让我担心你好吗？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想跟你和心灵过着平静的生活。能不能为了我放下仇恨？不必为我担心。你就是张明德的儿子啊？找我什么事啊？你老爸欠我们一大笔钱啊！他不是说他戒赌了吗？你有那个老家伙戒赌啊，比男人生孩子还要难啊！自己看清楚啊！这是他亲笔签的借据。欠钱的是他，你们去找他要。哎，你敢不帮他还钱的话，我可不担保你这片花圃不会变成平地。好，我帮他还最后一次。以后你们要借钱给他，那是你们的事，我不会再帮他还了。我说得出，做得到。儿子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。我只是来帮你付医药费的。儿子，我没有跟人家打架。昨天我被你赶出来之后，
就到工地里去做散工，一直想着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一不小心就甩下楼去了。你还在说谎！你明明就是被大耳窿打的。我没有，真的，我真的是戒毒了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对天发誓的。好啊，你发，越毒越好。儿子，我真的是想戒毒的，我想重新开始，想当一个好爸爸的。可是我每次一想到以前做错的那些事情，我的心里就很痛苦啊。好了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。医药费我已经付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儿子，你不要走，放手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儿子。我知道我让你很失望，儿子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会当一个好爸爸的。儿子，放手，儿子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一定会改的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儿子，你原谅我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起来，起来！你要原谅我，你不原谅我，我不起来。我会改过的啊！快点起来！不，你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就跪在这里，一辈子都不起来。儿子，求求你原谅我！你再不起来，我真的跟你断绝关系。儿子，你可以原谅我了，你真的可以原谅我了。谢谢你，儿子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儿子，真的是我的乖儿子。All Earth Landscaping 为什么约我们见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对方是一间新成立的公司。陈小姐是 All Earth Landscaping 的负责人。好久不见，来，请坐。All Earth Landscaping 是 The Grand 集团新成立的子公司。不知道我们双方可以怎么合作？我想买下紫园。紫园的规模这么小，买下它也没什么作用。你为什么一定要买？因为紫园是李俊峰的，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连身世都要瞒着我。是江心雅呢？他们才认识几个月，却无所不谈。我知道紫园对俊峰很重要，很有纪念价值。我如果把紫园先买过来，然后再把它毁掉，他一定很痛苦。如果你们都离开的话，紫园的运作会受影响的。真的对不起啊。那你们可不可以给我多1个月的时间，让我找到替代的员工？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新的公司要我们立刻过去开工，我们会赔偿公司1个月的薪水的。他们给你们什么待遇啊？我们可以商量的。新公司给的薪金跟福利是紫园的1倍。是哪间公司 ？All Earth Landscaping。The Grand 旗下的园艺公司，用高价把我们的员工给挖走了。之前他们出高价买不到紫园，现在就把我们员工挖走，是想让我们运营不下去，然后把紫园卖给他们。既然人家肯出高价买紫园，我们不要跟钱过不去，把紫园卖掉算了。紫园对爸有很大的纪念价值，不能卖的。做生意不能够那么死脑筋的，最重要把钱放进口袋里。我们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开个花圃，还不是一样？总之，紫园是不能卖的，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解决目前的问题吧。设计部的人都被抢光了，我们手头上那么多 project 该怎么办？尽快聘请，待遇高一点也无所谓。这方面的专才本来就少，好的更是没几个。我会跟客户谈一谈，看能不能延期交货，必要时给予回扣。我会尽快赶工，把设计图赶出来。我帮你。大家一起努力，度过这个难关。
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。大家亲戚常来看你是应该的。听说你的手废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的右手都已经弯曲成这个样子，难道还会是假的吗？臭小子，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就要法官判他坐牢1辈子。我看算了，我们也有份害子杰背黑锅，他现在也被告伤人，我是有点过意不去。你不是吧，碧芝姐？良心发现啊！良心发现，你去告诉他们说钱是你拿的啊！我也只是说说而已。要不是我想到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，把罪名都推给那个臭小子，你还能够坐在这里说风凉话吗？事情你也有份做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受到惩罚呢？我现在张家一点地位都没有，我已经够惨了。那几个小子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一个个自以为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出高价卖子源，他们坚持不卖，还说子源有什么纪念价值。子源那个女人早就死了，东哥也走了，还留着子源来干什么？无聊。他们不想卖子源？对啊，你说他们是不是白痴啊？子源所有重要的员工都被调走了。俊峰和李行还坚持不卖，我女儿又不肯出声，他们现在手头上有那么多 project 都还没有完成，搞不好还会被人家告。喂，依欣小姐，什么事？我探听到子源的内幕消息，他们还是不肯卖子源。帮我做一件事。忙了几天几夜，终于完成了一些 project。虽然客户都让我们延迟交货，但也不能松懈。明白。哎，我忘了拿 thumb drive， 我带回去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。里面怎么会有人啊？哇，有没有闻到汽油味啊？很重。有人想要放火啊！还好我们回来拿东西，要不然就惨了。到底是谁啊？想要烧子源？难道是 The Grand 的人在搞鬼？报警吧。没用的，我们没有证据，警方也做不了什么。不管是谁，这一次没有得逞，肯定还有下一次。这么巧 ，Uncle， 收手吧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的园艺公司要收购子源，但是被我们拒绝了。接着，子源的员工集体跳槽到你的公司。子源昨天晚上又差点失火。你有证据是我们做的吗？过去的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不过你最好适可而止。我跟那个总会计师 Alex Tong 还有联络，如果你们还不收手，我就会通知商业事务局，到时他们就可以查出 Alex 为什么可以轻易卷款而逃，原来是背后有人指使。Alex 是你介绍的会计师，他被抓，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我无所谓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个有头有脸的大老板。老实跟你说，我对你那块破花圃一点兴趣也没有，那只是一个教训。你竟然为一个女人辜负依情，我是不会让我的女儿被人欺负的。依情的事，我很抱歉。你要对付我，可以冲着我来，不要拖子源下水。可是如果你再搞小动作，
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去了澳大利亚几年后，成为澳大利亚公民，名字也改了李俊峰。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有机会改为真实的身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变回以前的张俊峰。这个整天只想着报仇的李俊峰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走，我们去吃饭庆祝。打包回家吃吧，心灵一个人在家呀。他还是不喜欢出门，真的拿他没办法了。让我劝劝他。也好，他最听你的了。志峰哥啊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你不是说痊愈后想要骑脚踏车走遍全亚洲吗？今天有一个骑脚踏车走遍全世界的讲座，是一个65岁的台湾人的经历，你一定很感兴趣的。我看，我还是不去了。要勇敢一点，始终要踏出这一步的。不用怕，有俊峰哥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对我没信心啊？我们走吧。我忘了拿水壶，我上去拿，等我一下，很快的 ，OK？ 好。你看你姐多糊涂啊！你说她坏话，我去跟她说。你也好不了多少啊！你看你，鞋带忘了系，我来帮你吧。谢谢俊峰哥。小心！心灵怎样啊？他还在里面。你不能进去的。医生说他情况很危急，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关键。医生，怎样？对不起，心灵，
心灵，哥来了，你醒来啊，心灵！心灵，心灵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怎么会有人把这么大的一个花盆丢下来？根本就是故意要杀人的！不要给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要是我知道的话，肯定要他偿命。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不能够乱来，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不能够听你的。心灵叫我哥叫了10多年，我不帮他报这个仇的话，我怎么对得起他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打听消息，看看是哪个混蛋干的。看着新阳。别想太多了，好好休息，先洗个澡，睡一觉吧。今晚我会在这里陪你。就这样做着彼此相偎依，听誓言飘落沙沙的声音，时间就像曝光的相机，拍下重叠爱你的回忆。认识你像一段奇妙旅行，怀
唤醒自己都不懂的深情，想念变成每天的经历。第一次，幸福那么笃定，爱不是找个能相处的人，而是找颗你离不开的心。我终于明白，双手存在的意义，是为